我是姐宝女，父母商业联姻，彼此毫无感情，在外个有情人。他们生下我姐后，被家里长辈勒令再生个男孩继承家业。令他们失望的是，二胎还是个女孩。于是我出生后，父母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各自离开。是我姐把我带大的，她才8岁就承担了父母的责任，亲自给我冲泡奶粉，每晚给我讲睡前故事。等我上幼儿园后，她会亲自送我上下学，风雨无阻。保姆刘妈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感慨，二小姐一哭，别人都束手无策，只有大小姐才能哄好啊。也许是摊上这么一对不负责任的爹妈，姐姐小小年纪就异常成熟可靠，深得两边长辈欢心。因此她还没成年就进了公司历练，成绩斐然，很快就站稳了脚跟。大学毕业后就正式接管了集团，而我是姐姐的对照组，典型的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爱好男模的纨绔富二代，被别人称为这辈子只能啃姐的废物二小姐。我倒是无所谓，甚至沾沾自喜。我有姐姐养我，你们有吗？嫉妒罢了。当姐姐突然问我想不想联姻时，我毫不犹豫答应了。反倒是她诧异的看着我，你不是一辈子都不想结婚吗？我无所谓的笑了笑，年纪到了，又想结了呗。其实不是，但我知道她这么问我一定有她的道理。联姻而已，只要能帮到姐姐都无所谓，反正最终也是像那对爹妈一样，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涉，婚姻形同虚设。当我得知联姻的对象是温淑安时，更满意了，因为我们俩都是圈里不相上下的浪荡富二代。他每天灯红酒绿，狐朋狗友成群，我酒吧会所常客，点的男模不计其数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俩还挺配的。婚后生活也确实如我想的那样，温淑安主动搬去了次卧，天天不着家，跟死了一样。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正合我意，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会所里，闺蜜沈婉听我说完枯燥的婚后生活后，笑倒在沙发上。你知道别人管你们叫什么吗？我有点好奇，什么？二 B 夫妇。哈哈，我浅浅翻了个美丽的白眼。沈婉又笑了半天，才扶着腰坐起来。你说你天天装什么夜场女王，结果连个嘴都没亲过就直接结婚了，这合理吗？我抿了口酒，笑了笑。你不是知道我的情况吗？因为那对爹妈，我从小就不相信爱情和婚姻，也根本不想谈恋爱，更不想结婚。但生在豪门，注定身不由己。于是我每天流连酒吧会所，营造出一个荒唐二小姐的形象，就是想让那些打我主意的人望而却步。毕竟没几个家族想让自己后院着火的。姐姐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约束过我，我们心照不宣。沈婉叹了口气，我只是有些为你难过，婉婉，不要太悲观，你看我和陆程不就挺好的？我挑了挑眉，打住，炫夫狂魔。都说豪门圈子不会有真爱，但沈婉和陆程这一对就是例外。虽然也是商业联姻，但陆程把沈婉当宝贝一样护着，是挑不出刺的模范丈夫。沈婉刚开始以为是做戏，时间久了也渐渐沦陷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陆程很早就开始暗恋沈婉了，拿了先婚后爱的剧本，这两人黏糊的让人牙酸。作为朋友，我挺为他开心的。沈婉被我说红了脸，她看了一眼手机，立马瞪大眼睛。完了，12点了，我家门禁是11点半，完了，陆程在来的路上了。他急急忙忙拿起包就想走，我欲言又止。婚后还有门禁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人影推门进来，果然是陆程。他的视线暗沉沉的落在沈婉身上，他下意识打了哆嗦。老公，你听我说，婉婉刚结婚，有点焦虑，让我陪陪她。我不是你非要听八卦。他拼命对我使眼色，我只能无语地点点头。陆程笑得温柔，那老婆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沈婉小鸡啄米似的点头，立马过去牵住他的手。他掐了一把沈婉的腰，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句话，他脸立马红得跟煮熟的虾一样。我摇了摇头，为他默哀3秒。今晚他的腰恐怕保不住了。走之前，陆程看了我一眼，我叫温淑安来接你。我淡淡开口，不用了，
我们家可没有门禁。他弯了弯唇，没再说话，但那抹笑容却带着我看不懂的意味深长。他们走后没多久，一个服务生进来给我送了瓶酒，我没在意，以为是沈晚之前点的，结果喝了一杯就开始脑袋昏沉。我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连忙给我姐打了个电话。身体越来越热，我揪着大腿保持清醒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迅速说明情况。姐，我好像被人下药了，会所包厢301，快来接我。有人推门进来了，我关了静音，手机塞到了沙发底下。他走近后，我认出是刚刚那个服务生。我尽量镇定开口，你是谁？他笑了一声，慢慢抬起头，居然是他。乔婉，还记得我吗？我身体已经开始发软，但还是强撑着精神，嗤笑一声。是你呀，怎么，想报复我？他走得更近，居高临下的俯视我，笑容狠厉。记得就好，我就怕你忘了呢，不然报复起来都不痛快。当初逼我退学的时候，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落在我手里吧？这药可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，你猜别人看到高高在上的乔家二小姐像个母狗一样被我压在身下时，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我攥紧手指，眼神冰冷。李斌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下贱。李斌是我们高中的特招体育生，他在别人的怂恿下冲进广播室向我表白，闹得全校皆知。我拒绝后，他恼羞成怒，开始造我黄谣。第二天，我的桌椅上都写满了污言秽语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。可我不慌不忙地拍下证据，报了警。参与的人齐齐变了脸色，他们一致把责任推到了李斌身上。他被退学处理，但我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，我姐也不允许这件事就这么过去。他要求校长找出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，当众向我道歉并记过处理。别忘了，我们家可捐了学校好几栋楼，不出一个下午，他们只能捏着鼻子向我道歉了。毕竟我姐想要搞垮他们家公司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没想到李斌居然在这等着我呢，估计是没想到我还能嘴硬，他额角青筋跳了跳，眼底戾气更重。贱婊子，落在老子手上，看你待会还能不能骂出来。说着他开始解皮带，我悄悄攥紧了身后藏着的酒瓶。药效强烈，我的眼皮渐渐沉重，身体更是使不上力。我的心沉了沉。就在这时，门被人猛地踹开，李斌被他一拳头砸在了酒桌上，动作万分狠厉。我听到了酒瓶摔碎的声音，在我昏沉之际，落入了一个带着些许凉意的怀抱。我下意识抱紧了他的脖颈。婉婉，没事了，别怕。他的嗓音低哑，带着一丝后怕的颤意。温淑安，怎么是你？他将我打横抱起，骤然失重，我只能紧紧抱住他。你打错电话了，是我接的。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和不自然，下意识松了松手。抱歉啊，打扰你了。他难得凛冽地看了我一眼，唇角轻抿。乔婉，我们结婚了。我眨了眨眼，想了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，忍不住心里嘀咕，表面夫妻而已。上车之后，暖气吹得我更热了。余光里认真开车的温淑安变得更加英俊，冷峻的眉眼长在我心巴上了。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狼狈地移开视线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喉结动了动。再忍一会，马上到家了。我愣了愣，突然火气上来了。温淑安，我被下药了。他眼神都没丢给我一个，淡淡道，我知道，我让家庭医生过来了。本来温度就高，这下我的脸直接烫得能煎熟一个鸡蛋。我懊恼地转身，自暴自弃地将他的衣服盖住脸。淡淡的香味传来，很好闻，但让我的理智又瓦解了一些。过了一会，他似乎忍着笑，所以你以为闭嘴。到家后，温淑安将我抱回床上，我本能地挂在他身上，他寸步难行。他的脸是凉的，我直接贴了上去。温淑安的动作蓦然一僵，指尖颤了颤。乔婉，你在干什么？可我只能聚焦到他性感的薄唇，理智全无，闭上眼亲了上去。他瞳孔颤动，怔了2秒，才狼狈地将我推开。家庭医生快到了，你再忍忍。可我却死死揽住他的后颈。温淑安，我忍不了了，你不是说我们结婚了吗？空气骤然安静下来。
他的黑眸直勾勾盯着我，带着前所未有的侵略性。乔婉，我只问你一遍，你认真的？理智似乎回来了一点，我刚想说话，温淑安的手机响起，他抬手接起，目光却一直锁在我身上。温先生，我到了。他没有说话，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。拒绝的话哽在喉头说不出来，我怔怔地看着他此刻的样子，双手下意识收紧。温淑安似乎轻笑了一声，在黑夜中格外清晰。许医生，暂时不需要了，麻烦你了，月底给你加薪。说完，他将手机挂断，随手扔在了地上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个温凉的吻就落了下来，带了几分力度，激起一阵战栗。醒来时，我头痛欲裂。看到旁边的人时，我下意识扯了扯被子。温淑安慢慢睁开眼，精壮的胸口处布满了触目惊心的红印，和她白皙的肤色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眼神飘忽，不敢直视。他支起颈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和昨晚判若两人。乔小姐不是经验丰富吗？为什么吻技这么差？我嘴唇都被你咬破了。声音散漫又暧昧。我不甘示弱，反唇相讥，你不是情场浪子吗？为什么连扣子都不会解？他毫无征兆地咳了两声，视线移开，耳尖迅速染上薄红。我得寸进尺地笑了笑，而且体验感很差。温淑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黑眸里蓄起了羞恼。他咬牙切齿，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。我压下心底的震惊，我故作镇定。是吗？那可以理解。乔婉，明明昨天你闭嘴。几乎是落荒而逃，我跑回了家。姐姐没有去公司，特意在家等我。她视线落在我锁骨处，挑了挑眉，要笑不笑的看着我，脸上温度骤然升高。我扑进她怀里撒娇，转移话题。姐，可得帮我狠狠教训那个李斌，昨晚我差点就被他毁了。她轻柔的抚了抚我的发顶，向来淡漠的眼里化开了丝丝柔情。放心，敢欺负我妹妹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明明是这么美艳的脸，嗓音却毫不含情，冷厉无比。我怔怔看着她，眼里溢满了崇拜和依赖。蛇蝎美人 A 爆了。姐，你的意思是他还有同伙吗？他睨了我一眼。不然呢？李斌前段时间还是一个有毒瘾的修车工，现在就能混进这种高档会所当服务生了。我心沉了沉，这么看来，他的同伙跟我还是同一个圈子的，并且很想把我毁掉。能查出来是谁吗？我姐垂下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冰冷。李斌嘴很严，估计是那个人跟他许诺了什么。不过，我有的是办法撬开他的嘴。我绽开笑，将脸埋进他怀里。姐，我爱死你了。他也弯了弯唇。少平，说说你跟温淑安是怎么回事？面对温淑安时，我没来由的感到不自在。他也一反常态的总在我跟前晃，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氛围产生了一些变化，但我暂时不想面对，找了个借口回家住几天。沈婉知道我出事后，非要来陪我，他心有余悸。对不起婉婉，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待在那的，要真出事了怎么办啊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不关你的事，李斌的目标是我，他肯定掌握了我的行踪，就等我落单呢。再说了，我福大命大，这不是没事吗？哄了一会，他总算破涕为笑。听说你和温淑安的感情突飞猛进。我脸一热，你听谁说的？当然是陆程啊，他说温淑安现在就跟开了屏的公孔雀一样，春风满面，想不发现都难。我有些愣怔，以我和温淑安的关系，不至于吧？沈婉笑嘻嘻的凑过来，温淑安不会暗恋了你很久吧？我想都没想就否决，不可能，我们基本上没什么交集，也不存在我帮过他什么，让他从此对我情根深重什么的。虽然从小就认识，但都没说过几句话，仅仅是认识而已。这么想着，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情绪。他的春风满面，不是因为我。沈婉看了眼手机，瞬间怒了。好你个陆程，我一天不在就敢去鬼混，旁边还有女的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咱们不是也经常去吗？放心吧，他不敢怎么样的。沈婉意味深长的看着我，
你知道这个女的是谁吗？谁呀？孟如月。刚躺下去的我又坐了起来，因为孟如月是老熟人了，她是温家保姆的女儿，和温淑安年龄相仿，温家对她也很好，让她跟温淑安读同一所学校，连找私教也带着孟如月，两人基本上吃穿用度都一致，他俩算得上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了。中学时，温淑安走到哪孟如月就跟到哪，美其名曰要照顾她，大家都戏称温淑安身后跟了条小尾巴。我曾经路过现场，目睹他们的纠葛。温淑安放学后跟狐朋狗友约着去玩，孟如月跟在他后面，怯怯地拉住他的袖子，柔柔开口：温淑安，你能不能不要去啊？我不能看着你学坏。他神色不耐，嗓音冷淡：孟如月，你能不能少在我跟前晃，很烦。他委屈的泪水大颗大颗砸了下来，紧咬着唇，我见犹怜。可温淑安丝毫没有怜香惜玉，眼里还闪过一丝厌恶。这招对我没用，随便你跟谁告状，别来烦我。可第二天，孟如月还是跟在他身后，像没事人一样。我都佩服他的毅力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孟如月喜欢温淑安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在打赌温淑安会不会追妻火葬场。可造化弄人，他娶了八竿子打不着的我，令人唏嘘。沈婉非要拉着我去会所，他不让我去，自己倒玩得挺开心的，我受不了这个气。无奈下，我也只能陪着他，因为我也想看看孟如月是不是还对温淑安恋恋不忘。只是八卦而已。我没想到沈婉这么忙，直接冲进去的，还带着我。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凝滞了。温淑安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下意识放下了手里的酒杯。我竟然从他的动作里看出一丝乖巧和心虚。陆成刷的站起来，自然的揽过沈婉的肩：老婆，你来接我了？那我们回家吧。沈婉高贵冷艳的看着他：急着回家干嘛？不是玩得挺开心的，也带我玩玩呗。陆成摸了摸鼻尖，低声在他耳边说：故意让你看照片，就是想让你来接我的，回家任你处罚。沈婉瞪大了眼睛，气焰一下就弱了。我真的想扶额苦笑。沈婉被拿捏得死死的。狐朋狗友反应过来了，开始起哄：来都来了，就一起玩玩呗。温淑安黑沉沉的眸子在灯光下映出淡淡的光亮，领口微微敞开，散漫又禁欲。我不合时宜的想到那晚他眼里快要溢出来的占有欲，心脏加速跳动。沈婉不好意思的看向我，脸颊微红：婉婉，要不然就玩会吧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点头。在众人灼热的视线下，我坐到了温淑安旁边。孟如月原本坐他旁边，但距离很远，这下我彻底将他俩隔开，有种棒打鸳鸯的感觉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不善的眼神。几个富二代朝我们挤眉弄眼，露出揶揄的笑容。温淑安轻轻咳了2声，嘴角却微微上扬。要玩什么？真心话挑战，酒瓶转到谁，谁就回答问题，不能说谎哦。我抿了口酒，这群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。一个青梅，一个联姻对象，话题度拉满了。本想看热闹，结果热闹竟是我自己。我瞪了那对黏黏糊糊的夫妻一眼，都怪他们。一转头，却对上温淑安深沉的视线。酒瓶转到了孟如月，提问人笑得贼兮兮的：嗨嗨，请问在场有你喜欢的人吗？他有些羞涩的垂下眼帘，声音软糯：有。哇哦！所有人的视线一致看向温淑安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孟如月又羞又怯的看了他一眼，简直当我不存在似的。可惜媚眼抛给瞎子看，温淑安垂着眼，没分给他一个视线。这人面上不动声色，桌下的手却不安分的勾住了我的尾指。我退开，他又勾上来，动作缱绻温柔。看到手上那一对醒目的婚戒，我莫名有些脸热。又转了几轮，终于转到了温淑安。在沈婉的疯狂示意下，陆成咳了声，提问：你喜欢的人在现场吗？他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在。心间颤了颤。一个富二代起哄，又问了一句：喜欢人家多久了？温淑安喝了口酒，原本以为他不会回答，但下一秒就听到了他有些哑的声音：
喜欢他快10年了。现场骤然安静下来，沈婉的表情变得极其难看，他怒瞪着温淑安。陆程无奈地看着他，眼里满是宠溺。孟如月愣了愣，眼睛飞快亮了起来，眼里是藏不住的爱慕。他脸上写满了得意，像一个胜利者。众人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存在感强烈，让我无法忽视。我只感觉无比难堪，怒火中烧，指甲嵌进掌心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。温淑安追了上来，紧紧拉住我的手腕。我想甩开，但他一把将我抵在墙上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去哪？我又气又委屈，说话不自觉带了哭腔。温淑安，我们是约好互不干涉，可你怎么敢当着我的面跟其他女人调情，连表面功夫都不想做是吗？很好，那我现在也去找个男，他的气息铺天盖地的附下来，剩下的话被他堵住。我的手禁锢在他的胸膛处，动弹不得，快喘不上气了，他才稍稍退开，眼底是不加掩饰的情欲。哪有别人，一直都是你。我怔了怔，可是你说你喜欢他10年，他轻笑出声，我们认识没10年嘛，你真就这么迟钝？不成立的，我们又没有什么交集。他将我们的距离拉得更近，温热的气息洒在我的耳廓，又酥又麻。为什么不成立呢？我喜欢那个冲在前面保护别人的善良女孩，也喜欢那个为了惩戒坏人用弹弓打他家窗户的那个腹黑女孩，更喜欢那个面对谣言时敢于反击的勇敢女孩。我捂住她的嘴，羞得耳尖都在发烫。别说了，感情小时候那点破事全让他看到了。温淑安眼里漾着笑意，宠溺又蛊惑。现在知道我说的是谁了？我移开视线，唇角的弧度却抑制不住上扬。没想到孟如月居然主动约我喝咖啡。他开门见山，谈谈吧。我不紧不慢地呷了一口，才抬眼看向他。你想谈什么？孟如月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，跟在温淑安面前的小白兔判若两人。昨天你也看到了，我和温淑安两情相悦，你们只是联姻，代表不了什么，希望你能不要插手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两情相悦，温淑安告诉你的。他表情变了一瞬，紧了紧手指，又鼓起勇气般和我对视。他说喜欢一个人10年了，而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除了我还能是谁？而且只有我是最懂他的，而你应该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抱歉，这些是保姆应该知道的。他几乎维持不住自己的表情，神情羞恼。我的嘲讽毫不掩饰。你要是对自己这么有把握，今天也不会来找我了吧？孟如月脸色发白，眼中藏着暗恨。而且你这种妄图插足别人婚姻的行为叫小三 A。 他毫不退让地盯着我，丝毫不引以为耻。不被爱的那个人才叫小三，你们的婚姻毫无感情，他根本不爱你，何必呢？我收回视线，慢吞吞将手机翻了过来。他瞳孔骤缩，浑身僵硬，因为上面赫然显示正在通话中。老公，听到了吗？他说你不爱我诶，真的假的？我好整以暇地欣赏孟如月调色盘般的精彩表情。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含着宠溺。我只爱你。我满意的笑了。孟如月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挑拨我和婉婉的关系？他脸上血色尽退，慌乱否认。淑安，我没有。我挂断了电话，露出了恶毒女配般的微笑。乔婉，你故意的。说着就想站起身，想朝我泼咖啡。我眼疾手快，钳制住他的手腕，狠狠一折，他疼得额角沁出冷汗。原本以为你只想当小三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想毁掉我呀。孟如月脸色一变，眼里闪过惊惧，又强压下来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笑了笑。别装了，你以为撺掇李斌给我下药这事藏得很好吗？以为给他点钱他就不会供出你了？他瞳孔颤了颤，不敢跟我对视，却依然不肯承认。有证据吗？不要血口喷人。我吃了声，要是没证据，估计也没人会怀疑到你身上。你打的就是这种算盘是吧？他脸色难看，我凑近他耳边轻声说，一个倒贴都不成的小三，给原配下药想毁掉他，结果却成了人家夫妻之间的情趣，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写成小说一定很精彩吧？杀人诛心。他眼睛都气红了，死死盯着我，想要把我生吞活剥。就在这时，我一眼看到了风尘仆仆的温淑安，他迈步朝我们这边走过来。老婆，我来迟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做事要抱我，我用手机将他抵开。温淑安眼里有些不解和委屈，旁边的孟如月嘴唇都快咬出血了。我勾了勾嘴角，将姐姐给我发的东西转发给了温淑安。好好看看你的小青梅都干了些什么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只要结果。说完，我潇洒地踩着高跟鞋离开。如果处理的不能让我满意，他就别指望我搬回去了。回家后，竟然见到了消失很久的便宜爹妈。我懒得看他们一眼，自顾自地上楼。站住！见到爸妈连个招呼也不打，一点教养都没有吗？我爸怒不可遏地叫住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不好意思，有爹生没妈养，不知道什么是教养。你……我妈按住他，神色讪讪。婉婉啊，怎么说他都是你爸，不要这么针锋相对。我嘲讽地看着他，不好意思，没养过我一天，就不要在我面前摆长辈架子了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倒是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我家干嘛？他们对视一眼，脸色都有些尴尬。我爸缓和了脸色，稍稍放低了声音。你跟你姐关系好，你跟她说说，都快30了还不嫁人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妈应和道，对呀，女孩子管理公司太辛苦了，我们给她找了几个相亲对象，都是优秀的好孩子，你让她去见见，早点结婚才好。我顿几秒才明白他们的意图，被他们的无耻气笑了。我转身慢悠悠地朝他们走过来，眼里不含一丝温度。所以你们是看到我姐把集团发展的这么好，想让她快点嫁人，好把她踢下来给你们各自的私生子铺路是吗？我忍不住鼓了鼓掌。在厚颜无耻方面，你们倒是挺合拍的呀。被我扯下了遮羞布，我爸那张老脸青一阵红一阵。我妈眼神躲闪，欲盖弥彰似的拍了拍桌子。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我毫不在意，自顾自地说，我看你们是年老昏聩了，你以为随便哪个废物都能接手集团吗？姐姐年纪轻轻就将商业版图扩大了几倍，你去问问董事会，有谁不服她的？想取代她的位置，你得去问问他们同不同意。你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姐姐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劝你们省省心，拿好你们的分红，跟外面的情人和私生子好好过日子得了。再敢得寸进尺，小心什么都捞不到。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满脸震惊。我笑容和煦，微微前倾，压低了声音。这辈子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会给别人找不痛快。如果你们再敢打姐姐的主意，我敢保证，这辈子你们的情人和私生子都别想抬起头来。想试试吗？他们看我的眼神陌生又茫然，张了张嘴，却无话可说。我目送他们离开，打开门，姐姐就站在门口，神情淡漠。我妈有些心虚，轻轻喊了声盼盼，她叫乔盼，盼是盼的意思。姐姐没应她，只是注视了她很久，最终化作一声叹息。你们以后没事的话，还是别回来了。他们身形颤了颤，最终还是颓然的离开。我唇角上扬，跑上前紧紧抱住她。姐姐，欢迎回家，只属于我们的家。她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婉婉真乖，哪怕我已经结婚了，她还是把我当小孩子。不过我很喜欢。晚上我和姐姐久违的一起睡，她突然问我，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我要把你嫁给温淑安吗？我默然片刻，一开始我以为是集团出了问题，需要联姻让温家帮忙，但现在看来是姐姐早早就为我铺好了路。她见我没有说话，勾了勾唇，继续说，其实我是很不愿意让你嫁人的，姐姐能养你一辈子。可那小子太执着了，央求他哥温书礼来找我，为此他哥送了我好几个项目。我替你考察了一番，发现他人不错，看着碗得花，其实跟你一样，连一场恋爱都没谈过。我抿了抿唇，心里却沁出丝丝甜意。还记得曾经造谣你的那些人吗？他们是不是第二天都鼻青脸肿的？我愣了愣，这不是你找人干的吗？姐姐轻笑了一声，本来想干的，
但被人捷足先登了。过了一会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他做的。脸上温度升高，喃喃道：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姐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翻了个身。你明天自己问问他吧。明天？他说明天来接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温淑安就出现在客厅里。看到我下楼的一瞬间，他眼睛亮起，却掩不了眼下的青黑，一看就是没睡好。我有些心疼，低声抱怨了一句：怎么不睡觉？他立马站起身，嘘嘘将我揽进怀里，仿佛我是什么易碎的珍宝一样。我哪睡得着呀，老婆差点就没了。嗓音带着熬夜特有的涩哑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温淑安抿了抿唇，垂着眼看我，神情像一只可怜的小狗。我故作冷淡：孟如月的事，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他神情一下转冷，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厌恶。婉婉，放心吧，我将证据交给警察了，重判。行吧，谁让我是守法好公民呢？温母刚开始是不同意的，想以婆婆的身份压我，逼我放过孟如月，不要追究责任，但被温淑安拦了下来。保姆带着孟如月跪在大厅一晚上，闹得温家鸡犬不宁。但好笑的是，温家情况跟我们家也有点相似，温父温母在外面都有情人，只是没我那对爹妈一样大张旗鼓罢了。但温家现在是温淑安大哥掌权，他直接将保姆解雇了，并公事公办，将孟如月送到警察局，谁也没办法左右他的决定。温父温母只能一边大骂不孝子，一边无能为力，但没人在乎他们怎么想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想了想，还是问了出来：为什么你要装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？他扣着方向盘，似笑非笑的瞥了我一眼。第一是不想进公司，第二吗？你猜猜？我垂下视线，总不能是因为我吧？温淑安哼笑一声，声音如常，我却听出了一丝委屈。还不是因为某人说喜欢看起来渣的，天天混酒吧会所，这样才有男人味。我下意识反驳：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中学时期跟我表白的人很多，我不厌其烦。再一次被人当众表白后，我随口找了个借口，我不喜欢看起来乖的男生，我就喜欢那种痞帅不学好的，最好是天天去酒吧，把酒当水喝的那种，这才有男人味。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男生惊恐的神情。再后来，向我表白的人就少了，我乐在其中。没想到被温淑安听到了，还招来了李斌这种人渣，自知理亏，以后再也不口嗨了。我不自然的转过头，假装看窗外风景。温淑安却吊儿郎当的来了一句：老婆，为了咱俩的幸福着想，我以后能不能少喝点酒？那玩意真不好喝。我脸一热，没让你喝。红灯，车子停了。他勾了勾唇，俯身凑近我的耳廓。这下我也是有老婆管的人了，再也不用嫉妒陆程了。我终于明白那天晚上陆程的眼神是什么意思了。原来这些狐朋狗友早就知道。看着眼前笑得蛊惑的温淑安，我咬了咬后槽牙，狠狠亲了上去。他眼睫颤了颤，险些没绷住自己的表情，眸色沉了沉。婉婉，你这样很容易出事故。我得逞的笑了笑。温淑安，你最近有时间吗？我一个靠哥哥养的闲人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。差点忘了，我们都是啃哥哥姐姐的废物富二代来着。既然这样，我笑容加深，那我们去补蜜月旅行吧。乐意之至。绿灯亮起，我们朝前开去。闲来无事，岁月静好，最适合来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。后记，旅游结束之后，我带着温淑安先回了我家，想给姐姐一个惊喜。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惊吓。我看见姐姐进门后和一个男人吻得难舍难分，当她抱着姐姐转过身后，我瞪大了眼睛，竟然是温淑安他哥温书礼。下意识想叫出声，被温淑安一把捂住了嘴。他将食指抵住唇，示意我别出声，打横将我抱回房间。我震惊的久久难以平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将我抵在门上，压低了声音。强强联合，亲上加亲，挺好的，不用担心后半辈子破产了。我戳了戳他精瘦的腹肌，嘟囔道：怎么办？不能出去，好无聊。
他闷哼一声，浑身僵硬，捉住我作乱的手，黑眸中闪烁着暗光，倒映出我的轮廓，危险又性感。那就晚点不无聊的。我弯了弯唇，主动攀上他的脖颈，轻轻吻上他的唇，至此一发不可收拾。故事2，我为救他险些丧命，他却联手小师妹逼我身败名裂。100年后，鸿门宴上，他满眼深情问我，还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天界太子大婚之日，我姗姗来迟，刚踏入大殿，周围便陡然静默了几分。片刻后，一道威严的声音兴师便问罪道：骆云溪，你可知罪？恢宏缥缈的天宫大殿内，仙门百家纷纷受邀出席，齐聚一堂。天界的太子与太子妃立于正中，受万众祝福。这太子妃是我仙门的小师妹，我亦受邀出席。我知小师妹不喜我，所以只等仪式即将开始，才姗姗来迟。所有来宾皆有意无意的侧目看向我，那些目光中有鄙夷的，有不屑的，更多的是戏谑看戏的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一头闯入了狼群的羊，很快就要被撕碎殆尽。果然，立于最前头的话事人在一片寂静中朗声开口：骆云溪，你明面上为一禅宗大师姐，背地里却戕害同门，欺师灭祖，宗门上下皆可作证。100年前，你算计太子殿下坠入永劫深渊后，又多次谋害太子妃殿下，险些让2位殿下身死道消，神魂尽灭。在被宗门长老联手击退后，又叛逃魔界，堕入魔道。如今你竟还敢闯入天界，妖女，你可知罪？伴随着这番话，无数罪名如一座座大山，将我压得死死的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我竟不知自己何时有了这么多的罪名。我茫然地掏出乾坤袋里的邀请函，刚要开口说明来意，可手上的邀请函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燃成了一地灰烬，死无对证。我分明就记得那是小师妹的笔记。小师妹爱卜卦，她在信函中情真意切地向我道歉。她说她算出了我是天命凤女，注定成为天下之母，而她却只是个恶毒女配，会在历经搓磨、身败名裂后含恨而终。她愤恨天道不公，又怜惜自己可悲可叹的命运，与此同时，也对我从永劫深渊救回的天界太子一见钟情。几番挣扎之下，她最终还是含泪失数。她换了我的性命，偷了我的人生。可时过境迁，在她即将荣登天界太子妃之位时，却在修行中幡然悔悟。她后悔为了一己之私，窃取了我的命数，害我替了她的劫难，为千夫所指，被长老们联手重伤，逐出宗门，流落山林。如今她良心发现，想要借由这场婚宴拨乱反正，与我重修旧好。她在信函中写道，届时她必将为我证明，洗刷我身上的罪名，也将太子妃之位双手奉还。她写得推心置腹，感人肺腑，令人不禁潸然泪下。我亦不免有几分动容。其实我早知她私下与我换命，可我到底还念着几分同门之情，不愿同她锱铢必较。如今她知错愿改，也是好的。若她真的心有所悟，能够痛改前非，于彼此也算是一桩孽缘善了。可我却没想到，刚一入天宫，等待我的便是这等天罗地网。我抬头看向大殿中央的一双璧人，两人皆是一身皎洁白衣，翩然出尘。天界太子容清仙姿玉质，鹤骨松姿，一双稍浅的眼眸色泽通透，正应了那颗七窍玲珑心，不染一丝凡尘情。而他身边的小师妹林素心，则一身素净白衣，灵动清丽。100年来交金的生活，将她娇养得越发貌若天仙，尊贵不凡。而我常年在山林苦修，一身粗布麻衣，灰头土脸的清贫模样，就像凡间村妇。她对上我的目光，仿佛被吓到，瑟缩了一下，柔弱地将脑袋靠在了太子肩上，唇角却勾起了一抹恶意的弧度，眼神兴奋地嘲弄启唇，无声地对我说了2个字：蠢货。原来这本就是一场针对我的鸿门宴。我心中一叹，笑了。就算林素心换了我们的命格，可她却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，为什么画本子里的恶毒反派总能活得好好的，一直与主角作对呢？因为反派够强啊。
他将我们的命格兑换后，我的福泽成了他的，他的魔力成了我的。可与此同时，他被击落谷底，蛰伏中不断变强的机缘、实力也成了我的。在他攀龙附凤的100年里，我都在闭关苦修。我抓住了一切可以抓住的机缘，探索了一切可以历练的秘境，寻到了一切可以寻到的天才地宝。在他们爱意情缠、悠然度日的每一刻，我都在阴暗的小角落里不断的变强，变强，再变强，直到今天。现在的我强得可怕，一根手指就能碾碎他们所有人。骆云溪，你可有不服？见我一言不发，在场的人都认为我是心虚了。非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听说当年这妖女就已经勾结魔族，暗算太子殿下，让殿下坠下永劫深渊，神魂受创。之后是他同门的小师妹将太子殿下救回宗门，悉心照料，还为殿下四处寻药，修补神魂。明明师出同门，怎么能差别这么大？一个人美心善，一个却粗鄙丑恶。是啊，听说他明明已经占了宗门大师姐的位分，还妄图霸占宗门的洞府和灵宝，这才激起众怒，被全门审判讨伐，最后被长老们联手逐出宗门。当初殿下也曾受他蒙蔽，幸好最终慧眼识人，与他划清了界限。可不是，这等贪得无厌的歹毒之人，流放去荒郊野岭也不安分，还堕入了魔道，成日与妖魔为伍。听着这种种罪名，饶是我道心稳固，也不免生出几分感慨，啼笑皆非。当初在秘境中历劫，恰好在永劫深渊救了天界太子荣清的人，分明是我。为了救治他，到处东奔西走的寻找灵草仙气的人，也是我。彼时他隐姓埋名，并不透露自己尊贵的身份。宗门里的师弟师妹们都打趣我捡了个小白脸。他神魂重创，在修真界与废人无异，就算生得再俊美，宗门中也无人瞧得起他，反倒还更轻贱几分。他还在昏迷时，小师妹就上门向我讨要过他，大师姐，这废人神魂受创，治好他也不知道要浪费多少天才地宝，还不如送给我做药人。这皮相也不错，除了药人，或许还可以派点别的用处，就算已经废了，也可以物尽其用。我蹙眉回绝了他，小师妹，修道之人应行善修心，亦不可单逆声色。他被我一噎，涨红了脸，骂道：骆云溪，你就是说的好听，你敢说你就这废人没有点别的心思？你只是不肯承认罢了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再多言。自那以后，林素心张口闭口的叫荣清废人，也将这事传遍了宗门上下。可后来也是他，在我与荣清即将结为道侣前夕，上了他的榻，故作羞怯的叫我撞见。那日他们衣衫不整，面对我愤怒的质问，林素心楚楚可怜的窝在荣清怀中，泪眼朦胧的凄切哭诉：我不是故意要同大师姐争的，这一切不怪荣朗，都是我情难自已。本还有几分心虚的荣清，看我的目光顿时冷了下来。云溪，别为难素素，是我负了你，可你素来生性寡淡，当真就毫无错处吗？我气得浑身发颤，小师妹却是低着头，对着我挑衅一笑。她先前张口闭口的唤荣清废人，如今却又百般讨好，委实古怪。许是那时，她便已算出了荣清的身份，以及我们的命数。见我充耳不闻，坐在荣清身边的一位大能吹胡子瞪眼道：凡夫俗子，天界岂容你放肆？他是荣清的恩师明旭天尊，是立于整个修真界巅峰的大能。他在爱徒的婚宴上为徒儿主持公道，天经地义。明旭天尊周身释放出精纯刚猛的真气，凝成巨大的威压，排山倒海的猛然向我袭来。周围的人都噤若寒蝉，惹恼了明旭天尊，他完了。明旭天尊的威压十分恐怖，足以令化神期以下的修士当场跪下，甚至重创金丹期的修士。众人眼中，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妖女，至多不过金丹期的修为了，可我却根本没有如他们所料的那样重伤吐血或者狼狈跪倒，而是继续默然垂眸。明旭天尊脸色微沉，不断向我加大威压，我依旧毫无反应。明旭天尊以为自己施法有误，试探着向站得离我最近的一个修士释放了一下威压，扑通，边上这个可怜的倒霉蛋立刻腿一软跪在了地上，
吐出一口鲜血，凄声惨叫，啊呀！明旭天尊脸色大变，立刻收手，场面一时寂静无声，止于那名修士的惨叫，尴尬极了。周围的人见状，也都惊悚的以我为圆心，退开了足有3丈远。明旭天尊脸色阴晴不定，一旁的林素心连忙出声打圆场，他痛心疾首的控诉我，大师姐，如此众目睽睽之下，你竟使出这等移花接木的手段，叫人待你受过，便是堕魔了，也不能如此罔顾人命呐。周围人这才回过神来，纷纷点头称是。他们同仇敌忾，数落我的声音更大了。明旭天尊这才脸色稍霁，哼声道，魔道歹人，竟敢在天界使出如此阴险手段，还不速速伏诛？可伴随着他的话，暂时却无人敢上前，他们都在顾忌我刚刚使出的手段。噗嗤，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明旭天尊的一张老脸顿时涨得通红，我的嗤笑声顿时激起了众怒，所有人都极尽言辞的辱骂着我，仿佛要用唾沫星子淹死我。林素心的幻命可能确实奏效了。100年前，我是宗门中的大师姐，修真界的明日之星，即将收获良缘，同两情相悦的心上人结为道侣。100年后，却是他林素心夺了我曾经的姻缘，同天界至高的太子殿下喜结良缘。他与荣清一起立于天界高台之上，设下鸿门宴，邀我赴宴，想要欣赏我宛如一个恶毒女配那样，遭人唾弃，受尽屈辱，最后被人人喊打，不得善终。林素心居高临下的望着我，抹着泪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大师姐，天界众仙家当前，莫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呜呜。若大师姐愿悔罪自新，痛改前非，念在昔日的同门之意，师妹定会为大师姐向各位前辈师长们求取宽大处置。说罢，便黯然伤神的埋入了荣清怀中。荣清看向我的眼神复杂，交金的口吻一如既往，许久不见，骆云溪，素素心善念旧，可姑却不得不替她做主。既然来了，今日就将你欠姑与素素的都如数奉还吧。他一开口，嘈杂的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，伴随他的口谕，四周的天兵天将都围了过来，长枪利刃发出了冷厉的破空声，齐刷刷的指向了我。看到这乌泱泱的人马，我不禁也有些慌了神，暗道不妙，要是他们真的一起攻上来，我得造多大的杀孽呀！荣清的话简直就是无稽之谈，我与他早已两清，我不欲多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闭上眼就要自行入定，因为强者无需多言，但他们注定无法理解。一道熟悉的声音厉声问责，孽障，天界圣地，休得无礼，你贪墨的宗门法宝，如今也该悉数归还了。我当然记得这个声音，是曾经在刑堂将我定罪的南宫长老。当年林素心与荣清勾结后，竟伙同宗门内的几位长老打起了母亲留给我的遗物的主意，我被强压在刑堂，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他们大声斥责我私藏宗门珍宝多时。林素心痛心疾首地说，大师姐，你为何这般执迷不悟，竟私藏凌云仙君的遗物？那可是前宗主留给宗门的珍宝，你怎能私自贪墨？我气笑了，凌云仙君是前宗主没错，但也是我的母亲啊，她身陨道消前，特意留给我的遗物，谈何贪墨？可我刚要辩驳，南宫长老却道，骆云溪，凌云仙君收留你做养女，宗门上下也尊你为大师姐，与你一介孤女而言，已是莫大的恩典，你怎能再贪墨他的遗物，还不速速归还？刑堂内所有人都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就像一头头饥肠辘辘的野兽，每个人都想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我走投无路，无助地看向荣清，可他却立在林素心身边，金贵地开口，骆姑娘，宗门对你有养育之恩。这一刻，我曾经悸动过的心彻底死了，我泪流满面地质问他们为何如此。作为宗门大师姐，我一贯乐善好施，任劳任怨，有对不起他们任何人吗？可无人回答，回应我的只有天罗地网。我不愿母亲的遗物被夺走，拼命反抗，却寡不敌众，被长老们重创后，拼死逃出宗门。荣清了解我，独自在一处秘境堵到了我。骆云溪，
凌云仙君留给你的遗物中，明明就有治愈神魂的引魂草，你却瞒着我，还日日装模作样的为我寻药，以此纠缠。若不是你小师妹告诉我，我的伤还不知要被你拖到何时。我微微一愣，只觉得荒谬至极。他以为我心虚，颐指气使道：洛云溪，把引魂草给我，我就当今日从未见过你，你也莫再纠缠我，自此两清。我已隐约猜到了他身份不俗，可我救人只发乎本心，看的从不是身份，就如母亲当年收留我这么个孤女一样。我仰头大笑，只恨自己眼瞎，为了这么头不要脸的白眼狼。荣清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是重伤不假，可你却是神魂受创。你以为凭现在的你也能拿捏我？他脸色一变，显然没考虑到这些。洛云溪，你敢？荣清，既然你说要两清，那就两清。我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，将他一起带入秘境，不顾他的挣扎，一路将他拖到了永劫深渊前。这个一切开始的地方。荣清，母亲留给我的灵宝中是有引魂草不假，可那处的洞府却须得我入境化神期后亲自开启，不然谁都取不出。既然你宁可听信林素心的谗言，也不愿相信我这些时日对你尽心尽力的付出，那我们也就到此为止吧。荣清没想到是这样，脸色微变。云溪，我不知。我将他提到深渊边，打断他，我本就是在这里救了你，那些为了你的灵草你已经吐不出来了，我便当喂了狗，自认倒霉。荣清，若真要两清，你就自己跳下去吧，就当我从未救过你。荣清脸色发白，直到这时他才认清形势。我是宗门里实至名归的大师姐，修为本就不俗，就算身负重伤，对付神魂受创的他也是绰绰有余。我一直都是宗门里公认的老实人、老好人，他也习惯了我的悉心照料，百依百顺，以至于他见我一时失势，竟忘了实力差距，就这么得意忘形的孤身来威胁。如今他反抗不了我，只得服软。云溪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们回去，我会替你向他们解释。我摇头，真拿我当傻子哄。木已成舟，来不及了。他慌了，冰冷的警告我：洛云溪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指着永劫深渊，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，但既然你说要同我两清，那就两清吧。荣清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咬牙道：洛云溪，你别后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一脚踹在后背上，再次坠下了永劫深渊。废话真多，下去吧。没错，我将荣清再度打下了永劫深渊，就仿佛从未救过他。这才是真正的两清，不是吗？可他显然并不这么认为。他看向我阴冷的目光中暗藏着深切的仇恨。可这100年来，我隐居山林，神出鬼没，如今他终于得到了报仇的机会。荣清与林素心一样，都要叫我身败名裂，被众人得而诛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而他现在的这一出，我略一思索，就明白了原因。只怕他还未彻底恢复，所以依旧惦记着我那株引魂草呢。呵，做梦。等不到我的回应，宗门内的另一位长老大约觉得有失颜面，也坐不住了。孽障，竟敢如此不敬！今日老夫就来亲自清理门户。大殿内顿时又沸腾起来。轩辕长老可是化神期的大佬，这妖女完了。轩辕长老100年前曾将我重伤，如今自然也不会惧我。他出手如电，身后的长剑凌空而至，眼看着就要刺向我，却在离我1丈远之外，硬生生的停在了半空。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上，大殿内又安静了。轩辕长老的脸色十分精彩，这于他而言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于是他身后画出了更多长剑向我刺来，可同样没有能够入我身前1丈的。哐当哐当的坠地声不绝于耳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轩辕长老终于忍无可忍，抄起一把长剑俯身上前，他非要与我贴身缠斗。我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，轻轻念道：一指天阴。凌空中顿时幻化出一根无形的巨物，对着轩辕长老轰然落下。那东西看不见踪迹，却能感受得到莫大的威压，速度并不快，却不容抗拒。落在轩辕长老身上时，顷刻间他就失了踪迹。
只余下地上一滩猩红的肉泥。众人张望寻找了许久，才不得不猜到一个极度恐怖的事实：轩辕长老被这一个看不见的招式硬生生的碾碎了，成了一滩鲜血四溢的肉泥，再也看不出个人样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无人相信，更无人敢言。一个化神期的长老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，被一个根本看不见的招式一招秒了。落针可闻的大殿内死寂了良久，才有人气急败坏的大骂：骆云溪，你真是逆徒孽障，师门不幸啊！是那个惯爱审判我的南宫长老，他的修为还不如轩辕长老。此时拍着大腿，痛心疾首的大声呵斥我，却不敢上前教训我。我抬头瞥了他一眼，他立刻瑟缩了一下。眼见我不仅没有伏法，甚至还大逞威风，其他大能们顿时都坐不住了。在天界太子的婚宴上，当众击杀一名宗门长老，简直就是在打整个天界的脸。妖女，天界圣地，容不得你放肆！一名做武将打扮的红衣神君出言，既然你如此歹毒，已铸成大错，我必替天行道，将你诛于枪下。群众再次燃起欢呼，太好了，是玉龙神君，神君出手，定能将这妖女斩落马下。玉龙神君的修为应当在轩辕长老之上，但我并不关心，因为没差。他足尖点地，飞速向我掠来，手中的长枪发出刺目的炫光，周围传来阵阵惊呼叫号，大概是什么招牌绝招吧。我悠悠叹了口气，总有人非要找死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我还是轻声道：一指天音。砰！一指天音的气劲与他脸上的炫光对撞，发出一声巨响，震得人头晕目眩。待一切重归寂静，所有人都期待地睁开眼，想要看到我被诛杀的场面，可他们却只看到地上又多了一滩肉泥，就像一只被碾死的虫子，而我则依旧波澜不惊地站在原地。那么地上这只死虫子是谁，就不言而喻了。所有人都惊了，一时之间惊叫、谩骂、声讨不绝于耳。林素心浑身颤抖，简直都快站不住了。他想靠在荣清怀里，可荣清脸色惨白，根本自顾不暇。但他还是端着金贵太子的架子，强装镇定地安抚人心。骆云溪，天界圣地，诸位天尊前辈在此，岂容你放肆？众人这才想起，在座还有这么多修为更高深的大能，都尚未出手，略微镇定。有了这2次后果惨烈的挑战，下一名上场的大能终于清醒了点。他满头华发，手持拂尘，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。众人道出他的名号：逍遥仙尊，修为大约更高了。他没有贸然攻击，反倒先问我：你用的是何招式？为何并无魔气？我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。懂得审时度势，勤学好问。不错，我本就并非魔修，招式也不过只是我一禅宗中最常用的一指禅。众人立刻大骂我满口谎言，尤其是一禅宗的那些前辈长老们，他们在一禅宗里修了这么久，从未见过如此诡异可怖的一指禅，自然不信。我充耳不闻，不予解释。逍遥仙尊的拂尘一扫，无数白须瞬间化作巨大金须向我袭来。我自岿然不动，他的拂尘依旧被阻隔在我1丈外，我的视线被遮蔽，却觉察到他的靠近。我一指天音，那股气劲再度袭来，自上而下的戳破了环绕在我四周的白须，恰好在空中露出了一根巨大手指的形状。逍遥仙尊并未硬抗，而是急速抽身而退。我本非是杀之人，他不再攻击，那根手指便已在空中消弭无形了，并无丝毫魔气。他退回了原处，对我拱手作礼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本尊并非敌手，骆前辈有此实力，面对如此境遇，却并非诉诸武力，可见绝非奸邪嗜血之辈，如此心性胸襟，今日本尊受教了。他说罢，一甩拂尘，潇洒离去，留下大殿内的众人面面相觑。逍遥仙尊毕竟是大人物，他说的话很快就有人认为有几分道理，议论纷纷。可若是这样，从头到尾都在向我发难的天界众人的脸，又该往哪搁呢？至于那些明知真相的人，就更慌了，因为一旦真相大白，
我沉冤得雪，那遭到清算，受人唾弃的就是他们了。林素心强撑着一口气，大声道：大师姐一向瞧着人淡如菊，可若真是如此，又怎会宁可做出如此残忍之事，却不肯出声申辩呢？他看着地上的两滩血泥，泫然欲泣，这可是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啊。于是又有人附和道：对呀，他若真是无辜的，那为何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辩驳，分明就是心虚，一言不合就出手杀人，谈什么胸襟？这些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很快就变成了残暴妖女祸乱修真界，今日必将合力而诛之。他们对我人人喊打，豪情万丈。很快就又推选出了3位代表，大概修为更高了吧，懒得记了。开始进攻后，他们3人配合默契，忽近忽远的拉扯了好一阵，对着我发射了无数炫目的攻击，可都被阻隔在了我的1丈之外。直到他们自认为联合的大招已万无一失，同时从数个方向向我袭来。我一指天阴，砰砰砰，他们打得昏天黑地，烟消云散之际，众人才看清地上赫然又多了3坨肉泥，又是这般不留情面的惨烈死状，令人见之骇然。这下所有人都颤抖了，无论是何修为，用何招式，在我的一指天阴面前都宛如螳臂当车，就像蚂蚁一样被这虚空一指轻松而又无情的碾碎。绝望在寂静中无声无息的蔓延开，可总有人还要自作聪明。荣清朗声道：只要不试图近身，就不会受到攻击，距离应当是1丈之内。他的攻击范围不会太大，如此威力巨大的杀招必有其弱点，攻击范围应当就在距他2-3丈之内。兼之方才的3次攻击，声音并不统一，定有先后间隔，而非同一时间。众人豁然开朗，又给你懂完了是吧？我不说话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。荣清却自以为说中，又露出那副运筹帷幄的神情。明明躲在别人身后，都没有勇气挑战我，却有勇气对我露出这副居高临下的模样，仿佛一切都尽在掌握。委实可笑。殿下动忧查微，老夫也正有此意。捧哏的也来了，掌握了我一指天阴的弱点，他们很快就重整旗鼓。妖女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荣清身边的明旭天尊终于站了出来，另外又有4位大能站了出来，分别都是天界赫赫有名的天尊，说是整个修真界的顶梁柱也不为过。至于荣清的父王天帝，则依旧稳坐钓鱼台，和荣清一样，一副尽在掌控的模样。这估计是最重磅的压轴阵容了。他们已经知晓了要如何对付我，势必要将我当场击杀，不死不休。5位天界至高的天尊缓缓升空，他们设下重重结界，保护大殿内的其他人不受波及。然后每个人都开始爆发出洪荒般巨大的修为能量，他们化作刺目的光球，就像5轮耀眼的突旭日，散发出恐怖的威压，一同联手将我包围在正中间。若是常人，只怕早已被这份可怖的炙热融化，但我依旧立于正中，波澜不惊。见证过先前的一切，他们不再拖大，并不靠近我，也将全部的力量都汇聚到了最后的必杀一击上。同一瞬间，耀眼的光芒从5个不同的方向向我击来，顷刻将我吞没。我自知一指天阴无法同时对抗他们，只得闭上了眼，轻叹道：大阴牺牲。在一片光晕中，一声爆裂的巨响在整个天界炸开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光晕逐渐消散，整个大殿里都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有听到来自一指天阴的错落有致的声响，只有那巨大的一声，定然是天尊们联手击破那妖女的屏障，将它灰飞烟灭的巨响了。可当光晕即将彻底消散之际，他们却隐约看到正中间的那道身影居然还立着。光晕彻底消散，众人重新看清，天空中的5个光球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地上分布均匀的5滩血泥，就像是5只被巴掌扇在地上的蚊子，尸骨被碾得粉碎，只留下了血点子。而我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中间。一位修为同样高绝的天尊显然看清了一切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
颤抖着说，是首长。那是首长。竟就这么拍死了。我一贯不吝分享，点头道，不错，你们自己都有这么多招式，不会以为我就只有那一招吧。死一般的寂静蔓延在整个大殿内。这短短的一个时辰不到，我仅此一人就覆灭了天界最精锐的大半尊主，而这仅仅用了2招。片刻后，人群彻底被引爆了，许多人惊叫着，混乱的想要逃离。为首的荣清、林素心、南宫长老，连同天帝等人，皆是脸色惨白，甚至瘫软在座椅上。我扬声道，婚宴还未结束，为何离场？我的声音不轻不重，却足以落在每一个人心头。他们顿时停住了脚步，不敢再走，再度安静了下来。我看向主位的林素心与荣清，不是要审判我吗？继续啊！不久之前还叫嚣着将所有罪名都扣在我身上的林素心，此刻安静如鸡。南宫长老到底是老辣不少，脸皮厚得很，见状惨笑着打圆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云溪既有如此实力，定然不会在意那些区区俗物，这一切都是师叔误会你了。回来吧，云溪，你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你依旧是我们一禅宗的大师姐。不，你母亲神陨后，宗主之位空悬已久，以后你就是宗主。我啼笑皆非，仔仔细细的看过曾经宗门里的每一个人，不咸不淡道，哦，什么误会？说来听听。南宫长老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他身后的大弟子承受不住压力，猛然跪倒在地，大师姐，宗主以为宗门留下的够多了，那些东西本就是宗主留给大师姐的。当初要上刑堂里的事，绝非我等所愿，都是南宫长老逼我们做的呀。其他人也纷纷讨饶，是啊，大师姐，我们也是，都是几位长老相逼，我们才不得不从。我们也念着大师姐的好，并未出手伤您。大师姐一向宅心仁厚，平日里最是关照我们这些师弟师妹，怎会作恶？他们说的没错，当初我能从长老们手中拼死逃离，也少不了这些师弟师妹们放海的搜查。以他们的身份和修为，不敢反抗长老们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他们能念着点我的好，为我逃离打掩护，已经足矣。我不怪他们。在他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下，一切都真相大白。在永劫深渊救了太子的是我，为他寻医问药的也是我，被夺的遗物就更是我的了。可我却在刑堂被长老们相逼，重伤出逃后被逐出宗门，血口喷人，冤枉我如何？我沉默不语，一句不辩又如何？无妨，强者无需多言，实力自会证明一切。看，我根本无需解释，只需要展现出足够的实力，他们失去的记忆自然都会恢复。他们害怕得罪我，还会绞尽脑汁的为我辩护。事情百态，不过如此。南宫长老脸色大变，指着他们大骂道：逆徒，一群逆徒。随后他竟一推边上的林素心，都是你算的卦，妖言惑众的蛊惑我，说你大师姐独吞了宗主遗物。林素心本就吓得腿软，被这么一推，直接狼狈的摔倒在地，一袭白衣都乱了。他惊恐抬头，正对上我平静的视线。他自知负我良多，为了保命，最终还是一咬牙，沉声道：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贪图大师姐手中的珍宝，鬼迷了心窍，我打断他，当真？那你信函中所说的换命又怎么说？林素心脸色惨白，良久才艰涩起唇，是我算出大师姐乃天命凤女，贵不可言，我贪图大师姐的命数，做法换命，便让大师姐替了我的命数，陷入万劫不复之境，才出此下策。在场的顿时一片哗然。换命夺命乃是为人极其不耻的禁忌之术，如此一来，林素心的修图可谓是彻底毁了，注定成了修真界人人喊打的存在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却看向荣清，深情款款道：可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殿下呀。殿下坠下永劫深渊，神魂受创，须得大师姐从宗主那继承的引魂草方可修补，所以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荣清身上。但荣清却毫不留情地掐灭了他最后一丝希望。姑何时说过要你做这些？100年前
云溪就已同我解释过，一切都是你蒙骗了姑。他说的大言不惭，仿佛被蒙骗了100年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毕竟和命比起来，丢人也确实没那么重要了。林素心愣了一下，随即抱住了荣清的腿，凄厉的大叫了起来，殿下，殿下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怎么能……荣清却以满脸不耐的吩咐，来人，将这行禁术的毒妇拖下去。人还没来，我便开口道，不必，毕竟是太子妃。顿时无人敢动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天帝却主动开口道，既然洛姑娘才是天命凤女，那这太子妃之位也该易主了。青儿乃是真龙命格，龙凤呈祥，天命所归。荣清也迅速反应过来，不错，姑自始至终都倾心于云溪，不过是因为林素心换走了凤命，才会受他蒙蔽。他清透的眼眸含情脉脉地看向我，云溪，你还愿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竟还想打我的主意？这一大一小皆是虚伪的引人发笑。我笑了，谁说凤凰便要攀龙？只有林素心才会这么蠢，换了凤命还要将希望和人生寄托在另一个男人身上，还是这么一头徒有其表的白眼狼。凤本就能享于9天，何须从龙？我毫不留情地点破他们的算盘，我早已独步天下，又何须你的龙命？真正需要我手中引魂草的是你吧，荣清。荣清的脸色难看极了，天帝亦有几分动容，但姜到底还是老的辣，他很快就找到了台阶。今日洛姑娘沉冤得雪，一切皆是受歹人陷害，既然都是误会一场，吾等自当将洛姑娘奉为座上宾。此言一出，大殿内的众人纷纷附和，一反先前对我的口诛笔伐，反倒交口称誉起来。骆道友当真是胸襟广阔，面对如此诋毁，不仅不骄不躁，还隐忍100年。是啊，骆前辈这样高深的修为，被人诬陷至此，居然也只是自保，并不伤及无辜，当真面慈心善。没错，这要是我被这些恶人这般欺辱，定要叫他们好看。议论声中，林素心和南宫长老面如土色，被人指指点点，避如蛇蝎。我瞥见地上数坨未清理的蚊子血，只觉讽刺。我淡淡的勾唇浅笑，座上宾，只怕是鸿门宴吧。闻言，众人脸色大变。我看向荣清与林素心，你们在请柬中情深意切的同我道歉，实则却是将我骗来，公然审判，妄图再度夺取我手中的灵宝，尤其是引魂草。若我没有这般实力，在今日天界众仙家的围剿下，会如何？所有人都不敢言语。若我没有这等可怖的实力，必然会在太子与太子妃殿下正义的审判后，被当众挫骨扬灰，身死道消。可现在，当发现即将被挫骨扬灰的，变成了他们自己，这眼盲心瞎的病，自然也就不药而愈了。我嗤笑了一声，对天帝直言道：退位吧。帝相和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君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修真者自当报成守时，方可返璞归真。容不下这般阴谋诡计、假仁假义的烟杂之地。天帝哗然色变，我竟是要散了他的天界权势，但在我的绝对实力面前，他若要反抗，连鱼死网破都做不到，只能同地上的几滩蚊子血一样，尸骨无存。默然良久，他终是苦笑一声，宣布退位。这在整个天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所有人都知道天界怕是要散了。我平淡的目光扫过大殿内的众人，触到我的目光，他们心惊肉跳，头皮发麻。我知道，诸位莫要担心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言尽于此。但是在场的人也都明白了，近者必诛，远者逃命。我最后看向荣清、林素心和南宫长老，这3个我曾经赤诚相待，却满腹算计，伤我最深的人。时过境迁，我早已心如止水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亦非嗜杀之徒，让你们3人修行多年，却仍心术不正，自心纵欲，贪求无厌。今日我便赐你们一指天音，长悬头顶，若你们屡教不改，日后一旦再作恶，一指天音便会落下，叫你们尸骨无存。3人自是脸色惨白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林素心和南宫长老被当场逐出一禅宗。当年参与对付过我的长老，
也都吓得屁滚尿流，闭关不出。天帝退位后，天界示威，荣清也没了依仗，他本就2度坠下永劫深渊，有没有引魂草修补神魂？没了天帝搜集整个天界的资源为他疗伤，不得不沦为了一介凡人，彻底断了修真之途。而他们3人余生都会在恐惧中度日，谨小慎微，再不敢算计作恶。林素心换走了我的寿命，却只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姻缘。他将坎坷多舛的恶毒女配命换给了我，却也给了我历练的机遇。于是我抓紧了每一份变强的机遇，从谷底爬起。起初我也曾对伤害过我的人满心怨怼，可不知何时起，我开始真正享受起了修炼，日益平静。一禅宗所修的本就是万物归一，返璞归真。100年来，我隐居山林，于天地山河间，与万物同修。我将真气凝练的至净至纯，真智化境，练成了一禅宗最入门的术法，一指禅。大道化简，便是如此。修为也逐渐登峰造极。林素心算到我是奉命女主，那足以与女主作对的恶毒女配，又会差到哪里去呢？无论是何命格，我皆会好好把握。可惜林素心换了我的女主命，明明自己便可成龙成凤，却偏要费尽心机攀龙附凤，生生浪费了这女主命。离开天宫，我舒服的仰起头，闲看花开花落，静观云卷云舒，集天地之灵气，利万物之流转。今日一续，了断前缘。我绝非嗜杀狂徒，所做的一切皆不过自保。天地悠悠，龙命、凤命皆为空，唯有强大的自我，才是永远不会背叛我的依仗。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